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女儿被老公白月光的狗害死，老公却偏帮白月光。去河边游玩时，老公白月光的狗突然发疯扑向女儿，撕咬她脖子上的项链。女儿惊慌失措之下，不小心失足跌进了湍急的河里。当她被救起来时，整个人已经奄奄一息，可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条小海豚项链，苍白的小脸上满是自豪。妈妈，我没有弄丢爸爸送我的小海豚，我有好好保护到它。爸爸人呢？女儿不知道，她满心期待的爸爸，只因为害她落水的狗毛发脏了，早已匆匆陪白月光一同去宠物医院给狗洗澡。最终，女儿到死都没能见到老公一面，就死在了我怀里。我哭得险些昏厥，给老公打了10来通电话，可他的第一句就是不由分说的指责：“你烦不烦啊？没完没了是不是？女儿不就是跟狗玩的时候擦破点皮，多大点事？”紧接着，老公的电话就被他白月光夺走。嫂子，你放心，我家多多打了疫苗的，擦破皮贴个创可贴就行了。说完，电话就被挂断了。电话被挂断后，我随即看到了老公和白月光同时发的朋友圈。多多受了惊吓，还好有肖医生安抚。配图是老公抱着一只小狗时灿烂的笑脸，白月光亲密地依偎在他身边。这一刻，我气笑了。原来在老公心中，我的宝贝女儿还比不上他白月光养的一条狗。那我很好奇，当他知道女儿已经去世的时候，会是什么反应？一个人办好了女儿的后事，我感觉人生对于我而言已经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了。一连几天，肖颂就好像人间失踪了一样，不仅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，甚至还拉黑了我所有的联系方式。又一次彻夜未眠后，肖颂终于回来了。老婆，你起得这么早啊？肖颂有些做贼心虚，没话找话般继续道：这几天医院太忙了，就直接睡在医院了。他是名医生，平时也经常有忙到好几天夜不归宿的情况，但我知道这一次并非如此。我直接翻出肖颂白月光谢柔的朋友圈，举到他眼前。这就是你所谓的加班？我倒是不知道大名鼎鼎的肖医生什么时候不给人看病，开始给狗看病了。肖颂见我直接戳穿了他的谎言，有些尴尬，但转瞬就理直气壮道：我这不还是怕你又瞎想，每次你都要因为小柔的事情跟我吵架，我实在是太疲惫了。我跟他真的没有什么，这几天因为多多应激了，他急得病情复发，我不放心他罢了。肖颂揉着眉心，看起来倒真有些心力交瘁的样子。快去给我煮碗白粥，我忙了好久都没好好吃饭了。肖颂指挥得理直气壮，甚至丝毫没有察觉我哭红的双眼。白粥？现在还指望我像之前一样伺候你？我冷笑一声，怎么，在谢柔那里当牛做马，他都没舍得给你吃口饭？没想到此话一出，肖颂彻底不耐烦地提高了音量：不做就不做，你阴阳怪气些什么？我不止一次跟你说过，老师生前把谢柔托付给我，我必须照顾好她。谢柔是肖颂老师的女儿，我跟她都是孤儿，所以这个老师对于肖颂来说既是恩师也是父亲。肖颂继续道：之前的事我本来没打算跟你计较，你还揪着不放了。要不是彤彤故意踢多多，那么乖的狗能应激？要我说，彤彤真是被你惯坏了，这次也该长个记性。明明就是因为那只狗发疯了一样，主动扑向彤彤，怎么到头来是我的女儿做错了？谢柔到底跟他说了什么？听着我放在心尖上宝贝的女儿在肖颂口中如此不堪，
我心如刀割，我再也忍不住地朝他怒吼道：“萧颂，你不配评价我的女儿！”萧颂冷哼一声：“你的女儿难道就不是我的女儿了？这么多年来，她吃穿用度、上学旅游，哪一项不是花我的钱？我怎么就不配评价萧彤了？”小柔说的真没错，都是你的挑拨离间，才让彤彤对她充满了敌意。你平时都教了她什么？是不是你故意让她踢多多的？我的宝贝女儿到死都护着她爸爸送她的项链，可萧颂居然认定是女儿先惹的事，我心疼得浑身止不住发抖。见我激动起来，萧颂微微一愣，放缓了语气：“我这也是因为关心女儿的心理健康啊，这次她居然都有施暴倾向了。算了，现在教还不晚，就送到封闭式学校，让老师好好管管吧。”小柔说了她有个亲戚在，我睁大双眼，不可置信地看着她。她所说的封闭式学校是专门来管教一些问题少年的，可我的彤彤明明那么乖巧懂事，在她嘴里怎么就成了个坏孩子？我感觉自己像是被抽空了一样，提不起一点力气，指着茶几上的离婚协议书道：“算了，萧颂，我们离婚吧。”萧颂一听离婚，直接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：“林青青，你有完没完？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”说完，萧颂提笔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好了字，力气大到笔尖划破了纸。“行，你不是想离婚吗？我满足你，不过女儿得跟我。”女儿？这个时候想起女儿了，可惜我们的女儿早已经变成了一捧灰烬，缩在了小小的罐子里。一想到彤彤，我的眼泪又一次涌上鼻尖，但这一次我却不想在萧颂面前哭了。曾经就连我皱一下眉头，他都心疼得不行，却在不知不觉间变成我哪怕哭得歇斯底里，他都只会嫌烦。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好像是从谢柔回国后吧。萧颂对我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温柔，换来的是越来越冷淡，越来越不耐烦。我强咽下喉间的酸涩，冷静地开口：“彤彤已经死了。萧颂毕竟是孩子的亲生父亲，有必要让他知道女儿死亡的消息，哪怕他已经错过了葬礼。”没想到萧颂一听我的话，居然直接暴怒：“林青青，我发现你真的是越来越过分了。之前让彤彤装病骗我回家也就算了，现在你居然敢咒她死了。彤彤身体健康，怎么可能突然去世？你为了留住我，真是不择手段，居然还有脸说自己是她的妈妈。彤彤之前的确装病骗过萧颂，但并非我教的，而是因为萧颂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跟我的争执越来越多。我的女儿也想找回曾经那个疼她的爸爸，也想让爸爸再多关心关心自己，所以无奈下选择了装病这个方法。可是他还小，根本想不到他的小伎俩在大人眼中一眼就能看穿，更别说萧颂还是一名优秀的医生。一开始萧颂还耐着性子陪他演戏，可是时间久了，萧颂只觉得彤彤撒谎成性，还以为是因为我在背后指使的。然而如今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我的女儿已经死了呀，我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女儿已经走了。却没想到萧颂以为我口中的走了是把她送到了别的地方。我不管你把女儿送到了哪儿，马上给我接回来。无论如何，我只有彤彤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不可能把抚养权留给你。听到在萧颂口中，彤彤依然是他的宝贝女儿，我心中升起了一瞬间不该有的雀跃。不管怎么说，最起码在他心中，彤彤还是极为重要的存在。然而他的下一句话彻底打消了我这抹自欺欺人的雀跃。既然你教不好他，那就让别人来教。
实在不行，我就给他送封闭学校去。我就不信我萧宋的女儿还能是个反社会人格。我为自己依然对他存有希望感到恶心，不仅恶心他，更恶心我自己。又一次被萧宋气到浑身止不住的颤抖，我感觉我的心就像是被一只手狠狠揪着一样疼，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意。我冲到萧宋面前，狠狠抽了他一耳光。彤彤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爸爸？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他。我说的没错，萧宋这辈子都没有再见到女儿的机会，就连女儿的目的地址我都不会跟他说，他不配。萧宋捂着脸，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他似乎没有想到，一向对他言听计从、百般依赖的我，居然会那么用力地打他。林青青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要是有小柔一半温柔善良，我至于跟你闹到这一步吗？我垂下的手还在微微颤抖，因为用尽了全力，所以也遭到了疼痛的反噬。明天上午10点，民政局见。谁不来谁孙子。已经无力再与他纠缠的我转身就想走，却没想到被萧宋一把抓住。你先把女儿还给我，就算你一直把彤彤藏起来，等到法院判决的时候，照样会把她判给我。到时候你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。后悔？我已经很后悔了。我后悔那天没有看好我的女儿，我更后悔没有早一点看清萧宋丑恶的嘴脸。要不是为了给萧宋买他最爱吃的面包而排了半个小时队，要不是偶遇谢柔后他故意在我面前提萧宋，我怎么会没有注意到原本在我身边玩的女儿早已不见踪影。等我发现时，河边已经围了一圈人。我疯了一样跳进河里把女儿救了上来，可已经晚了。所以害死我女儿的凶手是萧宋，是谢柔，也是我。大概是因为内心涌起来的巨大悲伤，也或许是因为被萧宋气到顶点，我感觉胃里一阵恶心，冲到洗手间吐了个昏天黑地。原来胃真的是情绪器官。你又在装什么？门口萧宋语气不屑，似乎我是因为卖惨才故意伪装。见我久久没有回应，萧宋在门口叹了口气，而后重重摔响了门，离开了。第二天，我并没有在民政局等到萧宋，后面几天他也一直没有联系我，而我自然也联系不到他。又过了几天，我把女儿的骨灰盒安葬在墓地，却意外遇到了萧宋和谢柔。谢柔一身白裙，双眼通红，看起来十分楚楚可怜。见到我，萧宋有些意外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跟踪我？”刚刚痛哭过一场的我声音嘶哑：“你又怎么在这儿？”我并没有跟萧宋透露半点关于女儿的消息，那他能出现在这儿，只能因为谢柔。你还有脸说？昨天是不是你指使彤彤毒杀了小柔的多多？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谢柔却在一旁哽咽着开口：“嫂子，就算你因为多多不小心弄伤了彤彤，对我心有怨怼，可你也不该让孩子给多多下毒啊！这可是我爸留给我最后的念想了。今天阿宋陪我来这儿，就是给我爸道歉的。”谢柔靠在萧宋怀里，哭得我见犹怜。萧宋曾经说过，多多是他恩师生前养的狗，所以谢柔已经把他当成了亲人。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原本不想跟他们这俩疯子继续争执，正欲离开时，却被萧宋一把拉住了胳膊，还想走。萧彤呢？赶紧让他给小柔赔罪。还有你这个罪魁祸首，难道不应该跟小柔说一声对不起吗？谢柔却在一旁轻声开口：“阿宋，孩子不懂事，别怪孩子。但是嫂子，我到底哪里惹你不高兴了？我求你放过我，好吗？”
谢柔的伏低作小，让萧颂心疼得直皱眉，连忙拍着谢柔的背安抚她。我顿时提了几分怒气，他的狗死了跟彤彤没有半毛钱关系，彤彤几天前就已经死了，怎么可能去毒杀他的狗？就算他还活着，我的女儿这么善良，更是做不出来这样的事情。萧颂冷声道：“还在狡辩？我明明跟你说过多多对小柔来说有多重要，可你还是不肯放过她。我从来没想过你居然是这种狠毒的女人，你就这么恨小柔吗？”我嘲讽一笑，直视他的眼睛。萧医生，要是有妄想症，就赶紧去看一看神经科，别来纠缠我。萧颂不屑地摇了摇头，厉声道：“林青青，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”说罢，直接把手机屏幕放到了我面前。你自己好好看看，这上面的小孩难道不是彤彤？屏幕上是一段监控录像，时间正好是昨天。录像显示，一个小女孩在路过谢柔的别墅的时候，朝院子里扔了个东西，随后那条狗就摇着尾巴凑了上去，2-3口就吃完了地上被扔进来的食物。随后录像快进，直到狗发出哀嚎，痛苦地抽搐在地，没一会儿就没了动静。而那个投毒的小姑娘，无论是身高年龄还是穿着打扮，都跟彤彤一模一样，甚至就连不小心露出来的小脸都跟我的宝贝女儿有7-8成相似。我倒真的希望她就是我的女儿，那样就说明我的彤彤还活着。可是怎么可能呢？视频放完，我因为那张笑似的脸愣在原地，可萧颂却不依不饶：“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彤彤那么小，怎么可能搞来毒药？一切都是受你指使。”换做任何一个人，看着这铁证如山，都会认定彤彤就是投毒凶手。可我是他的妈妈，我怎么可能认不出来我的宝贝？看着萧颂斩钉截铁的怪罪，我笑出了声。那为什么萧颂身为爸爸就认不出来呢？嫂子，孩子这么小就被教唆着做出这种事来，长大之后说不定会变成什么人。未等谢柔说完，我大跨步上前，狠狠给了谢柔一巴掌。我的女儿还轮不到你来教育。我的动作太快了，快到让萧颂完全没有反应过来。谢柔的脸很快就红肿起来，她趴在萧颂怀里泣不成声。萧颂瞬间急了，像母鸡护崽一样把谢柔护在身后。林青青，你是不是疯了？马上给小柔道歉！道歉！我冷笑一声，等她死了，我倒是能在她坟头给她多烧点纸。我强硬的态度彻底惹怒了萧颂，他一把拉过我往墓地深处走去，把我扔在一个墓碑前，逼着我跪下。墓碑上是一个男人的遗照，而旁边放着一张小狗的照片，正是多多。你既然杀了多多，就给他磕头赔罪，也给老师磕头赔罪。我拼力反抗，但还是架不住我们2人在力气上的巨大差别。萧颂按着我的头狠狠砸向地面，嘴里还念叨着：“做错事了就得认，今天要是不让你长个记性，以后你保不准还会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情来。”萧颂疯了，他居然让我给一只狗磕头。然而就在此时，我突然感觉到有人狠狠在我肚子上踢了一脚，巨大的疼痛瞬间来袭，我险些晕过去。萧颂逼着我给谢柔的狗磕了3个响头，才缓缓放开手。可此时我已经在地上痛苦的哀嚎。装什么装？不就是磕了3个头？真当自己是碰不得的瓷娃娃？谢柔也在一旁装模作样道：“阿颂，我心真的好痛，我没有守好爸爸留给我的最后的纪念，是我没用，我现在就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。”我感觉我的小腹搅作一团，有股暖流从下半身缓缓流出。萧颂见我脸上的痛苦
不似作假，额头上也冒出了冷汗，这才突然慌了神。青青，你怎么了？我太生气了，我只是想让你长点记性。我紧紧捂着肚子，就在萧颂扶我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手上沾满了鲜血。啊！谢柔的尖叫声在一旁突然响起，让萧颂彻底清醒了过来。青青，你别怕，我送你去医院，你别害怕，我在。他的声音太吵了，吵得我头晕目眩。我在彻底失去意识前，看到谢柔也晕倒在地，而萧颂抱着我的手有一瞬间的松懈。再一睁眼，我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医院里，身边除了护士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护士见我挣扎着起身，面带同情：“林女士，你还是多休息休息，虽然孩子没了，但是你也不要太……”他后面的话我没有听进去，只抓住了关键词：孩子。什么孩子？护士一愣，诧异道：“你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1个半月了吗？”我木讷地摇了摇头，回想起我这段时间却是月经推迟了，但我原本只以为是因为思虑过度导致的内分泌失调，毕竟我的月经一直不规律，再结合起之前时常会有的恶心反胃，我这才如梦初醒般摸上自己的小腹。宝宝，对不起啊，妈妈甚至连你的到来都不知道。可是哪怕我知道自己怀了孕，大概率也还会选择去打掉。我不想这个孩子重蹈覆辙，童童离世的痛我不想再经历第2次。短时间内失去了2个孩子的悲伤，让我在医院躺了5天。而在此期间，我始终没有看到萧颂，直到出院当天，我才终于看到了我这个孩子的爸爸。青青，对不起啊，这几天小柔那边的情况很不好，我一直在照顾她。她从小身体就虚弱，又不像你一样坚强。况且在这个世界上，她只有我一个亲近的人了。萧颂双眼布满血丝，神态中的狼狈和疲惫也不想作假。但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孩子的事情我都听说了，你怀孕的事情为什么不跟我说呢？萧颂坐在了我身边，虽然说着怪罪的话，可语气里却都是无奈。也怪我最近对你的关心太少了，不过还好，我们还有彤彤，我们俩全心把这一个女儿养好就好了。以后一听到彤彤，我用尽了全身力气把她从我身边推开。以后没有以后了，我们再也不会有以后了。萧颂愣在了原地，这应该是他为数不多看到我情绪彻底崩溃的样子。我的发泄和抗拒让他眼底翻涌着心疼和悔恨。青青，你冷静点，冷静点。他把我紧紧抱在怀里，好像感觉不到我用尽全力打在他身上的拳头。彤彤已经死了，我们俩也完了。萧颂抱着我的手僵硬了一瞬，然后放开了我，摇着头道：“青青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但是也不能一而再咒我们的孩子吧。”就在此时，病房门被人推开，一名医生走了进来。那人是萧颂的同事，跟他关系不错，所以我也认得。老萧，节哀。我知道一下子失去2个孩子对你们夫妻来说打击很大，但毕竟你们还年轻，不是吗？最开始彤彤就是送到萧颂所在的医院进行的抢救，所以他自然知道我女儿死亡的消息。听到这话，萧颂脸色瞬间惨白，仿佛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。什么失去2个孩子？你在说什么？那名医生还以为自己说错了话，连忙找了个理由退了出去。下一秒，萧颂如梦初醒般看着我，声音颤抖：“青青，他在骗我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女儿怎么可能去世呢？她还那么小。”看到萧颂眼里近乎疯狂的神色，我心底莫名涌上来了一阵快意。是啊，我们全部人都在骗你。你要是不信，就去翻翻我的包，
里面有女儿的死亡证明。其实在墓地那天，我就想把死亡证明拿给他看的。然而当时萧颂根本没有给我这个机会，他连滚带爬把我的包扯落在地，里面的物品零零散散地掉了出来。萧颂拿着那张印着女儿死亡的纸看了好几遍，似乎还是不敢相信这个已经发生了好几天的事实。不过转而又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神色不解：童童是怎么死的？你还好意思问他是怎么死的？我死死盯着他，厉声道：谢柔家的狗疯了一样扑向他，把他逼到了河里。我的宝贝女儿是活活淹死的。萧颂不敢置信地摇着头，喃喃自语道：怎么会？小柔跟我说的不是这样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？听了这话，我却冷笑一声：我难道没有告诉你吗？你有哪怕一次相信我吗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，让我把桌子上的水杯狠狠砸向萧颂，但他却并没有躲。随着水杯反弹到地上的四分五裂，萧颂头上流下来了一抹鲜血。当时你那些知情的同事，当时难道没有联系你吗？可你当初是怎么说的？你以为他们是我请来给你施压的人？你跟他们说你在休假，如果不是工作上的事情，就不要联系你了。我声音嘶哑，眼泪让我根本看不清面前的一切。童童死在我怀里的时候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安抚谢柔家的狗。萧颂，你现在装什么好爸爸人设？你真让我恶心。我的话无疑让萧颂更加崩溃，他眼睛里的痛苦快要溢出来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萧颂爬向我，抱住我的双腿，额头上的血蹭到了我的病号符上面。你当然不知道了，你只以为我是为了让你回心转意才捏造了女儿去世的事情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她可是我的宝贝啊，我怎么舍得咒她？我希望我的宝贝一辈子都健健康康，无忧无虑，不要像她的妈妈一样可悲。我再一次把萧颂推开，现在跟他的每一次接触都让我无比恶心。童童死的时候还攥着你送他的那条项链，可能你都忘了吧？那是他3岁那年你出差回来送给他的，他一直当作宝贝一样挂在脖子上。当时他就是为了保护那条项链才跌到河里的。萧颂，是你害死了我们的女儿。我的话让萧颂如遭雷击，他木讷地呆坐在地上，好像在通过我的话回忆女儿临死前的样子。童童走之前的最后一句话，还是在跟我说他保护好你送他的项链了，没有弄丢。萧颂，我这么乖巧懂事的女儿，怎么就出生在了我们这样的家庭？你配当我的丈夫，当他的父亲吗？你不配。我终于能毫无保留地发泄自己内心的悲伤。自从童童去世后，我甚至连觉都不敢睡，因为我一闭上眼睛，脑海里就全都是她临死前倒在我怀里的样子。我的宝贝生前是多么爱干净的小姑娘，可死的时候满脸的污秽泥沙，唯独手里的那条小海豚项链始终干净无瑕。你只能看到一向通人性的狗为什么会突然攻击女儿，就愚蠢地以为是我的童童先招惹的他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童童向来善良乖巧，怎么会无端伤害小动物？更何况他明明知道多多是谢柔的狗，他怎么会？萧颂在我的一句句骂声中逐渐变得手足无措。他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喊着童童的名字，把那张死亡证明狠狠揉进怀里，好像这样我们的女儿就能复活了一样。青青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对不起你们。他重复着说着对不起，可又有什么用呢？我纵使知道他也是爱女儿的，可是架不住他因为种种原因忽略了他的成长。更严重来说，是选择相信他是个坏孩子。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。
我以为只是被多多抓破了些皮，我没想到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啊！我已经感觉有些疲惫了，看向他的眼神也充满了失望。萧宋，这话说出来，你自己不觉得可笑吗？哪怕就像你所说的，彤彤只是被狗抓破了些皮，但你当时心里就只有那条狗，因为你怕谢柔心里难过。你不就是觉得女儿还有我，而谢柔就只有那只狗了吗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也只有我的女儿了？我当时打了她一巴掌，你还逼着我给那条狗磕头道歉，你到底有没有心啊？萧宋，你口口声声说你为这个家付出了，但到头来除了钱你还付出了什么呢？你以我不赚钱为由，还想要跟我争夺抚养权，但是我没有赚钱的能力吗？难道不是我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，自愿放弃原本高薪的工作，选择回归家庭吗？但你呢？你又做了什么？你说自己累，但我看你为谢柔忙前忙后的时候，可一点儿都不累。为了一条狗，你都能熬一整夜，可女儿的后事，你连面都没有出，你还有脸说自己爱她？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没有早点跟你离婚，那样我的女儿根本就不会死。曾经我跟萧宋也是朋友们羡慕的神仙伴侣，但如今我对他只有怨恨。我真的恨啊，我恨不得杀了他们，给我的女儿赔命。可是哪怕那样，我的彤彤也不会复活了，我这辈子都听不到他再喊我一声妈妈了。我很少会连续说这么多的话，而我的字字句句都像刀子一样直戳萧宋的心窝子。我看了眼一旁的水果刀，努力压下了自己想要一刀捅死他的冲动。死，那太便宜他了。我要让他在无尽的愧疚里被折磨一辈子。我要他生不如死，后悔了，知道自己错了，早干什么去了。我不屑一笑。之前是谁说彤彤顽劣，说他有反社会人格，还要把他送到封闭式学校的？你连自己的女儿都不相信，却去相信一个外人，还说什么我指使通天塔杀了谢柔的狗。我请问你，当时彤彤已经死了，他又是怎么做到投毒的？萧宋痛苦地闭上眼睛，泪水缓缓流下。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狼狈不堪的他。以往无论什么时候，萧宋始终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他理智克制，永远都是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，看我的无理取闹。这是他第一次弯了脊梁，但是我已经不会感觉到心疼了。不是的，是因为我当时……萧宋话说到一半，却没有了继续再解释的勇气。你当时怎么了？你当时看到谢柔装作受害者的样子就心软了，就不由分说的以为一切都是我和彤彤干的。我突然觉得很好笑，是发自肺腑的觉得好笑。我感觉我们之间10来年的感情就好像是笑话一样。全天下还会有比我更蠢的小丑吗？没有了。别惺惺作态了，萧宋，你现在装作悔恨的样子有什么用？不就是想让自己心里面更好受一点吗？萧宋疯狂地摇着头，嘴唇翕动，好像想要辩解，却始终找不到反驳的词汇。对不起，青青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他缓缓抬起头，眼睛里全都是祈求。这一刻，他就像是临刑前的罪犯，等待法官下最后的处决。可我说不能，别再折磨我了，放过我吧。我毫不犹豫地给他判了终身监禁的无期徒刑。就在这时，谢柔突然闯进了病房。他一看到跪在地上的萧宋，就大惊失色地跑到他身边，想要扶他起来。阿宋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怎么能给一个女人下跪呢？可萧宋却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他死死盯着谢柔，全然没有之前的柔情。谢柔被他冰冷的态度吓了一跳，
转身就把矛头指向了我。林青青，你到底跟阿宋说了些什么？你看他这样，难道不会心疼吗？你要是不珍惜他，就赶紧放手，自然有别人珍惜他。我冷哼一声，赞同地点了点头，说得对，那我把他送给你了，祝你们白头偕老，两不相宜。谢柔的脸上闪过一丝窃喜，或许她也没有想过我会这么突然就放了手。毕竟之前我都是苦苦哀求萧宋回心转意的那个人。然而还不等谢柔高兴没多久，萧宋突然一巴掌甩在了谢柔的脸上。闭嘴！谢柔直接被打懵了。萧宋的这一巴掌可比我之前那一巴掌疼多了。他瞪大了双眼，满脸不可置信。阿宋，你打我！萧宋突然站了起来，他狠狠抓着谢柔的头发，逼问道：童童是怎么死的？你到底知不知道？谢柔疼得龇牙咧嘴，但是脸上的疑惑不似作假。萧童死了？怎么可能？萧宋没有给他更多反应的机会，直接把地上那张已经被揉皱了的死亡证明扔到他脸上。你自己看，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的狗到底对我的女儿做了什么？谢柔却还沉浸在萧宋对他突如其来的态度转变上。毕竟之前萧宋对他可以说是言听计从，连一句重话都不舍得说。还有你给我看的那个监控视频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引导我说上面的女孩是我的女儿，但当时她已经去世了。萧宋好像突然找回来了自己的智商一样，他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因为谢柔的从中作梗。阿宋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当时只是给你看了视频，是你先说她是童童的，你是孩子的爸爸，你怎么可能认错呢？我这才以为毒杀多多的人是萧童。是啊，萧宋是孩子的亲生父亲，他怎么可能认错呢？可他偏偏就是认错了。萧宋眼睛里的痛苦更多了一分。然而此时，冲动已经冲昏了他的理智。此时的他已经把全部的后悔化成了对谢柔的恨意。他死死掐着谢柔的脖子，恨恨道：都是你的狗害死了我的女儿，我要你给我的女儿赔命。谢柔在他手下拼死挣扎，直到面红耳赤，差点因为缺氧而昏迷的时候，我才开口：萧宋，别让童童有个杀人犯的父亲。其实我并不是同情谢柔，我只是隐隐觉得事情或许没有那么简单。我不能让谢柔不明不白死在我的面前。听了我的话，萧宋这才松开了手。谢柔趴在地上大声咳嗽干呕，眼泪鼻涕流了满脸。萧宋此时也恢复了理智，看着自己颤抖的双手，满脸惊慌。他差一点就杀了人。青青，童童埋在哪儿？告诉我，他埋在哪儿？萧宋声音嘶哑，祈求我把女儿的归处告诉他，但我只是微微摇了摇头。童童不想见到你，别去打扰他了。此时我已经收拾好了东西，准备出院回家，却意外在地上发现了女儿的那条小海豚项链。这是女儿留给我最后的念想，我也存了私心，不想把萧宋给他的东西同他一起埋葬。但突然一瞬间，我想起了什么。萧宋有一句话说的没错，谢柔的那只狗平时确实很温顺，从来没有攻击人的先例，那天怎么就突然疯了？再结合起那日谢柔故意跟我说关于他跟萧宋的事情，转移了我的注意力。瞬间，一个猜想涌入脑海间。我看了一眼还在地上装晕的谢柔，努力压下心中的恨意，尽量不做到打草惊蛇。如果真的跟我猜的一样的话，那我必须要谢柔死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要先去证实一下我的猜测。我片刻都不想耽搁，拿起包就想走，却再一次被萧宋拦下。青青，你别走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
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我是真的爱你，你别抛下我。我们还年轻，要想再有个孩子的话，也有机会。如果是之前，看着萧颂的回心转意，我会高兴的毫无保留的原谅他。可是现在，我们之间已经有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隔阂，破镜重圆哪有那么容易？没有机会了。我只有彤彤一个女儿，从你放弃她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萧颂无力地摇着头，手中死死攥着我的衣角。不会的，青青，你明明那么爱我，你怎么舍得我们之间的婚姻走向尽头？看着萧颂的祈求，我仿佛看到了曾经那个卑微的自己。萧颂，放手吧！我扪心自问，对你问心无愧。你曾经对不起我，也对不起彤彤，以后就别再纠缠我了，放过我吧，别逼我更恨你。说完，我用力甩开他的手，大步离开了医院。萧颂没有再挽留，但我却能感受到他满是痛苦与悔恨的眼泪。我给他们二人留了单独相处的机会。理智下来的萧颂大概率不会真的对谢柔做什么，毕竟两人相识10几年的情分还在。但我不同，我现在迫切地想要一个答案。我要为我的女儿报仇，等待结果的每一天，我都度日如年。我早就从我们共同的家里搬了出来，因为那里有太多我们一家3口美好的回忆。每每看到，我就觉得心如刀割。不知道萧颂从哪里得知了我新家的地址，他不分昼夜地守在我楼下，祈求我能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。青青，我真的意识到之前我做的种种错事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女儿的在天之灵也希望爸爸妈妈能够重归于好。我以后再也不会跟谢柔来往了，我一定加倍补偿你。这些话我这几天听了太多遍了。我从一开始的撕心裂肺，已经逐渐变成了麻木平静，甚至已经可以做到面无表情地从他身边走过。直到这一天，萧颂再一次纠缠我的时候，我突然接到了来自警局的电话。林女士，关于你女儿萧彤的死因，我们这边已经调查清楚了，麻烦你马上来警局一趟。等我跟萧颂赶到警局的时候，看到了谢柔的身影。如我所料，彤彤的死跟她脱不开关系。谢柔看到我们来，脸上闪过了一丝心虚，而后又换上了平日里惯用的伪装。阿颂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是被冤枉的。来的路上，我并没有跟萧颂透露任何事情，所以萧颂此时也疑惑地看着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没等我开口，警察就率先拿出了那条海豚项链。经过我们的调查，这条项链上被人下了能让狗狂躁亢奋的药剂，而谢柔的购买记录里恰好有这种兴奋剂。我们又调取了当日的路边监控，证实的确是因为谢柔才间接导致了萧彤的死亡。此话一出，萧颂彻底明白了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他想要冲向谢柔，却被警察拦住了。萧颂双目猩红，严重的滔天恨意似要把谢柔吞没。是你害死了我的女儿。谢柔被吓到了，却还是没有忘记狡辩。不是的，我当时我没有想真的害死她。谢柔此时已经有些语无伦次了。阿颂，你信我，我真没想害死她，这都是意外。意外，一句意外就轻飘飘夺取了我的女儿的命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萧颂到现在还没有接受他心心念念的白月光害死了我们女儿的事实。谁让萧彤总是影响我们相处的时间？我只是想给他一点教训而已。谢柔越说越心虚，却不忘恳求萧颂不要追究他的责任。阿颂，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知道你最心疼我了。当初要不是我爸爸，够了！萧颂彻底爆发。
你爸爸当初的确帮了我很多，但是也不足以让我原谅你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为了你做的还不够多吗？你怎么还不知道知足？你就该给我的女儿赔命！你个贱女人，为什么死的不是你呀？萧宋的话也彻底激怒了谢柔，她放下了伪装，露出了真实的嘴脸。知足，赔命！萧宋，要不是我爸，你能有今天？你当初答应我爸会照顾好我的，但你做到了吗？我不过就是结了个婚，你就娶了别人。如今我离婚了，你难道不应该乖乖回到我身边吗？谢柔冷哼一声，接下来的话字字都在往萧宋心窝子里戳刀子。我告诉你吧，一开始我的确没有想害死萧童，但是在得知他死了之后，你不知道我有多开心。所有阻拦我们感情的人都该死。哦，对了，当初在墓地也是我踢了林青青一脚，你的第二个孩子也是我害死的。或许是因为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，又或者是因为气急败坏下口无遮拦，谢柔主动承认了害我流产的事情，这让萧宋彻底疯狂，竟然冲破了警察的阻拦，用尽全力给了谢柔一巴掌。贱人，你去死！巴掌声清脆，谢柔的脸瞬间红肿了起来。萧宋也被警察扑倒在地，而我只是静静看着这一场闹剧。我看到了萧宋眼睛里恨意之外的悲伤，或许他曾经真的爱惨了谢柔。证据确凿，谢柔被收监，等待法庭的审判结果。萧宋最终同意了跟我离婚，但是却求我告诉他女儿的目的。当他再一次站在我面前时，我已经完全认不出来这是曾经风光无限的萧医生。他胡子拉碴，眼睛里布满红血丝，头发不知几天没洗粘连在一起。听说他已经主动向医院提交了辞职书。青青，求求你告诉我女儿在哪儿，我只想再见一见她。萧宋跪在了我的面前，把头低低地垂在我的脚上。我给你磕头，我给你道歉，你让我赔命都行，但是我求你让我再见一眼女儿。他把头磕得砰砰作响，似乎根本感觉不到痛意一般，狠狠砸向地面，额头很快就流出了鲜血，和泥沙混在一起，与泪水一通掉落地面。在他磕了第12个头之后，我终于告诉给了他女儿的墓地位置。萧宋欣喜地抬起头，眼睛里满是对我的感激。谢谢你，谢谢。他起身踉跄着想走，我却叫住了他，洗干净再去见女儿。萧宋愣了一下，点头离去。第2日，萧宋的尸体就被发现在女儿的坟前。听说他死的时候脸上并没有痛苦，而是带着一丝解脱式的微笑，怀里还紧紧攥着我们一家3口的合照。你看，我说了，有的时候活着比死痛苦多了。我把萧宋安葬在离女儿很远的地方，我还是不能原谅他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我来到了女儿的坟前。这天的雨很大，大到我都分不清脸上到底是泪水还是雨水。从包里拿出了一条新的海豚项链。宝贝，这是妈妈买给你的，放心，哪怕丢了也没关系，妈妈还会给你买新的。雨突然停了，天也渐渐放晴，阳光缓缓洒在女儿的遗照上，直到有一抹彩虹出现在了天边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